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少钱2的开荒好用人形和新手池要怎么抽。在说人形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了解少钱的战斗系统，这样才方便对之后的人形进行讲解。在少钱的战斗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掩体，掩体可以大幅降低来自特定方向所造成的伤害。一般在结束行动前，人形都必须要躲在掩体下，不然很容易就会被敌方直接击毙。而我方在攻击时，也最好绕开掩体，这样才能对敌方进行有效的输出。另一个能对躲在掩体下的敌方产生伤害的方法，就是破稳态。每个人形都会有一个稳态指数，当稳态指数被削减为0时，就会陷入稳态崩溃的状态，这时掩体的作用就会大幅被减弱，这样我方就可以正常对敌方造成伤害。每一个普攻和技能都会有不同的稳态伤害，在攻击时留意敌方身上的稳态指数，善用破稳态的技能，让敌方陷入破稳崩溃的状态，在攻击也是胜利的关键之一。当然在少钱中也有很多技能是可以无视掩体，直接造成大量伤害的，一般都是群攻才会有这样的特性。少钱的职业只有4种，防卫型，听名字就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。防卫人形自身会有比较强的生存能力，比如可以恢复自己的稳态指数，也能提升队友的生存能力，通常还会附带一定的反击能力。一个保生存的人形是每支队伍都必要的，不然人形很容易就会被打死了。尖兵型拥有超高的移动能力和高额的爆发输出能力，擅长利用高移动力来绕过掩体，直接对敌方进行攻击。近身攻击的人形一般都是尖兵类型。支援人形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，有专门破稳态的、恢复稳态的、支援攻击的、增伤的、驱散或治疗的等等，是每支队伍里必备的职业。最后一个职业火力，也是拥有高输出的人形，一般拥有高额的单体攻击或高额的范围伤害，其中一种。基本上队伍里的输出都会由尖兵和火力这2种人形负责。游戏中的初始队员，闪电是防卫，纳美西斯是火力，克罗利科是尖兵，奇塔则是支援。刚好就对齐了4种职业，在有更好的代替者前都可以暂时用着。其中维普磊在活动中会送一只，拿到维普磊后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取代同是兵的克罗利科。不过，虽然维普磊和克罗利科都是尖兵，但他们的定位还是会有点不同。克罗利科是近战尖兵，有固伤，有冲刺，可以快速冲刺7格后再继续移动，在需要拿物资的关卡时特别好用。不过有冲刺能力的人形并不少，所以克罗利科并不是不可替代的。维普磊擅长范围攻击，能破坏可破坏的掩体，添加减益和驱散增益，这听起来功能就比克罗利科好很多。维普磊毕竟是个橙色人形，克罗利科只是紫的，比不过也是正常。奇塔是个紫色奶妈，活动会直接送到满追。奇塔攻击后能奶，在同伴受到特定攻击前，还可以先出手提供援护攻击。如果这个先手攻击直接把敌方打死了，那同伴就可以免掉受伤之苦。奇塔也能对敌方添加减益，为我方添加增益，是个在前期非常好用的奶妈，这是可以考虑养起来的其中一个紫色奶妈。另一个可以用的紫色奶妈是寇尔福，它的最大特色是能为我方恢复稳态指数，同时在同伴攻击时能优先发动支援攻击，降低敌方的稳态指数，并为正要攻击的同伴添加攻击提升。其他的能力就是同样能治疗，能为我方添加增益，同时还多了清除嘲讽和逃避的效果。寇尔福的奶量虽然不如奇塔，但它胜在支援输出的能力更强，同时恢复稳态指数，也可看作是提前预防大量伤害的一种防御。寇尔福虽然在剧情中一直都有出场，但游戏却只会送一只，剩下的就要自己抽，不像奇塔会直接送满。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，前期先选一只来过渡用，整体来说寇尔福是会优于奇塔的。但如果你想省资源，那就直接练奇塔就好。
因为国际版的流程比较逆天，第一个卡池就放出了人权辅助索米，如果你抽到了索米，也就不需要他们俩上场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新手池应该优先抽哪一个人形。首先，新手池50抽必定会出一个橙色人形，而且还有折扣。如果提前抽到就停手，千万别再贪这个新手池，除非你很有信心能在剩下的几抽再抽出一只人形来，不然这些保底次数就全都会浪费掉了，还有剩的卷就全都拿去抽普池就好。国际服的普池现在还无法自选，所以只能碰运气。虽然260抽后能自选一个，但这会非常遥远。新手池有5个人形，只推荐琼九和托洛洛这2只。当中价值最高的是琼九，是一只可以用很久的人形，即使是现在在陆服也还未被淘汰。琼九的定位是支援输出人形，自身可以叠4层支援增幅，大大提升了支援攻击的伤害。琼九在支援攻击前，还会为自身和攻击的同伴施加伤害提升，并且可以对未受掩体保护的目标造成大量伤害，最高1回合可以发动4次支援攻击。这个特性就让它很适合用来打首领，因为首领身形较大，一般都吃不到掩体保护，正适合琼九发挥，因此琼九也是打首领的人权卡。若要说琼九有什么缺点，那大概就是它不适合自动使用，因为它只有支援攻击有伤害，这会需要与队友的精准攻击配合，才能很好的发挥，是个需要手动才能玩得好的人形。琼九在前期开荒自动推图可能没那么好用，不过这影响并不大，因为这游戏是可以用好友助战的，到时只要拉一个好友的托洛洛或其他高等级的人形来助战就行了。第2优先的人形是托洛洛，它是目前游戏单体输出最高的人形，还有独特的满导染消耗触发在行动的机制。导染就是一般游戏中释放技能所需要的技能点数，少钱的技能释放有2种类型，一种是不需要消耗导染的，这种类型的技能都会有冷却时间；另一种则是需要消耗导染的，技能不会有冷却时间，只要有导染就能使用。托洛洛的所有技能都是不需要消耗导染的类型，只有触发在动时需要消耗所有导染。托洛洛有开局就满导染的被动，所以第1回合就可以触发在动，但之后就会需要靠技能恢复，累积至满导染后才能触发在动，间中会需要一些时间。这是托洛洛最大的缺点，但满追的托洛洛可以缩短在动的冷却时间。另外，托洛洛还有一个友方触发灼克伤害，可获得光级增伤的能力，最高可叠加8层。托洛洛自身的灼克伤害也能触发这个增伤，但如果有队友帮助，自然可以叠得更快。寇尔福和塞布丽娜就是其中2个可以造成灼克伤害的人形，很适合用来和托洛洛组队。托洛洛也可算是纳美西斯的上位，有了托洛洛就可以将纳美西斯换下来了，当然你想2个一起上也是可以的。托洛洛加上琼九也是打首领的最好搭档，所以这2人都很推荐抽起来。塞布丽娜原本这是要推荐的第3优先人形，但还是因为索米的关系，塞布丽娜的优先程度也下降了许多。塞布丽娜是闪电的上位，而索米又是塞布丽娜的上位，这下你知道为何塞布丽娜被降级了吧？索米有比塞布丽娜更强的保护能力，有了更强的索米，也就不需要塞布丽娜了。不过索米虽然强，但还是有些地方是比不过塞布丽娜的。塞布丽娜和琼九和托洛洛其实都能有很好的配搭，如果真的抽到了，还是能用的。虽然塞布丽娜在防御端上完全不及索米，但在支援琼九和托洛洛的输出能力上，还是优于索米的。莫辛纳甘有点像是托洛洛和琼九的综合体，有单体爆发，也有援助攻击。但是你知道的啦，功能一旦多起来，就无法专精一点。莫辛纳甘的单体爆发没有托洛洛高，支援攻击也没有琼九高。莫辛纳甘也有在行动的能力，不过他的在行动无法移动，没有托洛洛那么灵活，但胜在使用条件比较容易，只需要1导染。
莫辛纳甘也有支援攻击的能力，不过他的支援攻击只能在敌方稳态崩溃的状态下，和被施加电导类的简易时下才能发动，在使用上没有琼九那么方便。莫辛纳甘最大的亮点其实是控制，他的攻击可以使敌方麻痹，无法释放普攻和技能。不过索米同样也有不错的控制能力，所以莫辛纳甘的地位又下降了一些。莫辛纳甘如果抽到了还是可以用的，只是它没有托洛洛和琼九那么好用。最后一位佩利提亚，它的特点是群攻，但少前真的不缺能群攻的人形，所以佩利提亚算是5位中最差的一位了。如果抽到它就重来吧。最后来说说限定池要怎么抽，前面都说了这么多索米，相信这次的限定池要抽哪一个人形就不用再多说了吧。总之，金条全砸索米就对了，务必在卡池关闭前先抽一只出来。索米其实是比较后期的人形，你看他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就知道了。按官方这座火箭的速度来看，相信少前最强人形可露凯也很快就会上线。抽完索米后，就可以把金条全部留给可露凯了。可露凯有多强？至少在目前的排行榜上，还没有哪个人形可以排到和他同级别。只要看看以下的视频，你就会明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时候还来得及。